如此，你还想和离吗？帘外的春风吹动流水，泛成柳絮又惊扰了谁？回首处你在拨弄着我心扉，万物都成了点缀。回忆的檐下有燕双飞，谁的世事又飘到珍贵？生命与如叶，来与你同饮杯，余生最好也相配。山呀水呀，在我一生倾城，风呀雨呀，你是拉满春花，如星如月，愿你无恙。我为他非死了，我在你身旁，思呀梦呀，为你辗转无常，荡呀盼呀，为我停住目光，亲自一起就南方，有你此生才不忘。小姐，这都进了裴家了，你收敛些吧。这之前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过，那裴远真长得如此俊俏呢？小姐，你今日莫不是受了惊，蒙了心，瞎了眼？我是认真的。我之前听旁人说裴远真是个病秧子，今日一见，倒是文质彬彬，清冷不凡。若是长相可以科举的话，他可以堪称状元。那一小姐所言，还不是文人花架子一个？那文人也是分个3、6、9等的呀。倘若裴远真是一个3甲次同进士长相，那我连理都不带理的。若是2甲进士，倒是可以给他个机会。倘若摘得探花，倒是可以跟他吃个饭。若是榜眼出身，喝喝小酒也不是不行。那像姑爷这种状元长相呢？自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小姐，你还有没有一定原则底线啊？自然是有的，只不过呀，比常人低那么一点点。再说了，他威胁我爹强娶本小姐在先，自是不容宽恕。不过今晚过过眼瘾也不过分吧？我问你啊，今晚是什么日子？今晚是6月初8。洞房花烛夜呀！你该不会是想要……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很有原则的，我只欣赏，不动手。哦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在下的书房吗？你今天不是新婚之夜吗？怎么不去洞房跑这来了？我倒是想问你呢，沈妙离家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还能怎么回事？不喜欢你不想嫁呗？那你为何不拦住他？裴大人，我只领了前院的差事，这后宅之事也要我替你操办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洞房啊？这是留住沈妙最快的方式。人性啊！小姐，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？等裴远真来了，我就给他安排着。今夜喝多了，不就无事发生了？可是按照话本上的一般套路来讲，都是惯人的那个先被惯趴下的。笑话！我爹是谁啊？我爹是灵州商场之上半辈子摸爬滚打的酒量，
就算在我身上打过对折，干倒一个白面书生还不是轻而易举？本小姐陪嫁的女儿红，果然吃香，保准她一口便上头。来了，小姐，坐，坐好来。来上，好了。姑爷。娘子还未休息，今日本是新婚之夜，让娘子受惊，裴某在此给娘子赔个不是。哦，请姑爷先盖头，事事如意，样样顺心。哦，姑爷，喝酒。夫君，小女子还未用膳，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一同用膳啊？自当如此。且慢，娘子，你我二人新婚之夜，丫鬟在此未免有些不同。没错，夫君缜密。李英，先下去吧。小姐，万一你需要我帮忙呢？万一你有危险呢？我与夫君同处一室，能有什么危险呀？娘子说的是。这第一杯酒，敬我与夫君天赐良缘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多谢娘子。这第二杯酒，敬你我坦诚相待，夫妻和美，白头偕老。自当如此。这第三杯嘛，这第三杯我可得罚你。今日大婚乃妙儿人生中最重要之日，而夫君却当街被抢，让妙儿着实担忧啊。担忧？对啊，担忧的不可终日。我这不就带了绿英上街去寻你了吗？那娘子为何还带着嫁妆？自然是把你给赎回来了。怎么，夫君，该不会是不信我？娘子难道不想问问九公主是怎么回事？裴某之前在御前与九公主见过几面，公主曾有意于我，可裴某身子不佳，故而前往灵州为官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小点声，千万别说话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小点声。谁是你姑奶奶啊？这大晚上的，你鬼鬼祟祟干什么？不是，谁鬼鬼祟祟的？哎，倒是你这个臭丫头片子，爬窗户上干什么呢？哦，你也在偷听？住口！等兔子！不正经！我。
不过，话说到此处，既然九公主他们可以来这儿找你，那你又是如何脱身的？娘子所问，裴某定知无不言。只是这新婚之夜，唯有我独自一人饮酒，未免有些不妥吧。这样总行了吧？总能说了吧？怎么样啊？考虑清楚了吗？是要与我成婚，还是要让所有的人一起陪葬？公主万金之躯，如何行事，裴某无力阻拦，也不想阻拦。只是逼婚一事，裴某恕难从命。裴衍真，我为了你，连我皇兄母后的话都不听。这天下的人对我指指点点，我都不顾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沈妙能吗？其他人能吗？别人或许不能，但裴某不需要。是谁告诉公主，满腔热血的付出一定要有所回应？裴衍真，我这般如花似玉、千金贵胄之躯，摆到你面前，你居然不要！裴衍真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自然不是。什么？1年前为何拒婚不娶？为何离开京城？公主未曾想过吗？你不是生得不好吗？寻常病弱，怎会不能娶妻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好，那裴某今日便告诉公主，在下不好之处，便是自幼体虚，身患隐疾，即便成婚，也是辜负家人。就这，九公主她能信？娘子为何如此关心此事？废话，自然是关心夫君的身体啦。原来如此。不对呀，这九公主身边那么多的侍卫，又怎么能让你安然的出来呢？娘子，一杯酒，一个问题。不对呀，我怎么觉得他在灌我酒呢？看谁能喝过谁。看好了啊！我去拿酒。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去？老裴呀，老裴，你该不会是不行了吧？娘子说笑了。哼，不服啊？不服你就喝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么一
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要靠我？谁让你动手的？不然呢？你都喝了一晚上了，还没搞定。哎，我走就是了。再喝一点儿，再喝一点儿。小姐，小姐，我说姑奶奶，这么大早上的又怎么了呀？都是丽英没有保护好你，请求你。我什么？啊？裴远真，裴远真，怎么样？哎，裴远真，哦，原来你，我就知道你是装的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不过你那小娘子也太好笑了吧！灌酒不成，结果稀里糊涂以为自己洞了房，哎，还嫁给了你这只黑心狐狸，以后还不得被你卖掉？不会。什么不会？我说我不会卖了他。裴远真，你这就动情了？我与他成婚，为的是解燃眉之急，但我既答应了沈谦，就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当务之急是让他彻底打消李府之心。当是如此。哎呦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？小姐，都怪我，明明可以料到的，还是毁了小姐你的清白。什么毁了我的清白，毁了裴远真的清白？哎呀，我说丽英你也是，你怎么不拦着点我呢？啊！说好了，嫁完人躲过了皇帝的赐婚就能和离，现在好了，怎么能怪我呢？那明明是小姐你非要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不然等分开之时，我再多赔他几间铺子，全当补偿。小姨娘，你觉得如何？如何你个头！你看看你啊，做没做相，说的都是什么糙话？这毕竟是在裴家，你还是要装的好一点儿。哎，你昨天晚上没露馅吧？你放心，我酒品好着呢，他应该是看不出来的。酒？哎呀，这下我得好好想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厌弃我，主动和我提出和离。这裴远真就这般好，值得你动用禁卫，罔顾尊严，千里迢迢跑去灵州抢亲。母后，9儿年幼，不懂得其中利害，您教训教训便罢了，莫要吓他。唉，他哪里还怕哀家？有此胆量，索性待在灵州，还回来做什么？我如何不想啊？可谁知那裴郎竟然跟金德一样！你们还瞒着我不告诉我，母后的眼里就只有皇兄何时考虑过我了？站住！太后小心！哎呀，你给我出去！是。
母后，您莫要动怒。儿臣以为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只是九儿太过于稚嫩，绝不是裴衍真的对手。对了，皇儿，对此你有何看法？母后指的是淮河决堤一事，还是裴衍真一事啊？淮河决堤，你舅舅自会去处理的。儿臣以为，传闻一事并无实据，裴青实乃良才，若恩威并施，予以重用，将来必成社稷栋梁之才。眼下不妨先观其行，若他真有不轨之举，到时再另行处置亦可。进退皆有所虑，总算是有些长进了。只是这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，皇室血统流于民间亦是事实，必须尽快查明真相。你的皇位方才安稳，切不可有妇人之仁呐。儿臣受教。颜真呐，这淮河决堤一事，你有何看法？太后钦点其兄长秦祖泽大人督察修堤一事，我等身为沿河州府官员，理应配合才是。这此事啊，说起来容易，行起来却难呐。我问你，这塌掉的堤坝乃是前年新修，缘何这么快就决堤了？大人的意思是？颜真呐，我知道你有心要做出一番成就，但是这身在官场，有些事情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整个江淮官场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心知肚明的。既如此，颜真愿为知府大人分忧。颜真年轻有为，升迁指日可待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好了，这夫人她……贾知府在此，怎能如此造次？出去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既然你这府上有家事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那下官恭送大人。好，请。李阳，下一个是谁啊？叫方大柱。下一个方大柱。夫人，小的方大柱。就是长得勉勉强强还可以，就是名字太土，有碍观瞻，逐出府去。夫人，小的也在大人身边伺候多年了，就为这件小事，凭什么逐我出府？李阳，是。我家小姐说了，美之医道不只在于眼不睹恶色，更在于口不出恶语，耳不闻恶声。你在府里当差，名字时常要被小姐唤起，也时常要被小姐听到，长此以往，不就损了小姐的美吗？那我改一改不成吗？住口！这府上便是夫人说了算，夫人既要逐你们出府，便无更改的余地，还不快下去？是。夫君不必说了，此事确实是我唐突了。我沈家的下人呢，各顶各的俊美，我自幼也过惯了那样的生活，想必你也接受不了。既如此，还请娘子受裴某一声道歉。啊，是裴某之过，选下人之时疏松了，让娘子受累了。娘子需要什么样的下人，我让赵捕头去采买便是，在下绝不插手。娘子，还有问题吗？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府里的家丁去了大半，
难不成会沈园借人？他既让我买，我就买给他看。李英，去重新招一些下人回来。要俊秀的啊！我看这个裴衍真可以忍到几时？小姐让我跟你说，一会儿。哎呦，现在太痒了。不是你换这边说。我说，小姐说啊，让你去揽月馆里挑些好看的，到府里来做下人。这不胡闹吗？揽月馆，那是那种地方，那里边的男子可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不是有谁骗了夫人？叫你去你就去嘛。那可不行，我对大人那可是忠心耿耿啊，如此行径不是给他头上点翠吗？绿英姑娘，我奉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真想不到啊，小年纪怎么这么不正经呢？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啊，不古啊！这，我，小姐。你找我？这几日，林州恐要生事，帮我盯紧一些。此话怎讲？贾知府于修堤一事贪墨银两多年，此番决堤，想必朝廷定会重查此事。贾知府必会掩盖罪证，想必我与他之间迟早要交手。若是能搜集一些证据，日后便更有把握。我这就去准备。等等，你得空时将此画送与夫人。裴衍真，你最近不是修戏台就是画画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让他在府上安安分分做好裴夫人。快点，快点！跟上啊！快点，后面，快点，走快点！别打！快点跟上！都跟上！别打孩子呀！盯紧了！快跟上，快跟上！快！磨磨蹭蹭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能不能再快点？快点跟上！站好了，没有落下的吧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大人可说了，未来这1个月，你们都得在这里候着。若有人胆敢擅闯灵州城内，小心你们的狗命！大人，我们都是入城逃难的灾民，身上的粮食全都吃完了，求大人给孩子口吃的，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。你们呢？关我什么事？大坝决堤，两岸遭灾，老子还他妈吃不饱呢，管你们的闲事！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好了。走！大人！竟有此事！我又跟了那些衙役一段时间，听他们说两岸的灾民数量惊人。可在此风口浪尖之时，贾知府怕引起民乱，故将所有灾民阻在了城外。贾知府这个蠢材，他没有想过，若是有灾民饿死在城外，才会引起真正的民乱。你打算和贾知府正面为敌，拯救灾民百姓？是又如何？裴衍真，我知你向来有体恤百姓、救济黎民之志，但是万一惹来京中猜忌，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沈庙想想吧。哎，什么味道这么臭啊？不会是你家茅房倒了吧？不行，你再去厨房拿点臭鸡蛋、臭豆腐来，这味道还不错。啊，那不好吧？姑爷最重视书房种地了，这样他会生气吧？谁让他不愿跟我合力呢？我看他可以忍到几时。
得臭吗？啊，臭啊！哎呀，我也觉得好臭啊！可是啊，谁让我的夫君宠我呢？那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夫君说了，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，随便走。夫君对我情深意厚的，我怎能辜负呢？对不对呀，绿英？对呀。看，就这样的女子，还要我为她着想？夫人实乃女中豪杰啊，这你都能忍？行了，你戏也看够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反正我是忍不了。取次花丛懒回顾，半缘修道半缘君。小姐，这可是情诗啊！这才几日啊，就爱上我了？绿英，你快把我的嫁妆账册拿来。哦。小姐，毁了他清白，那我这嫁妆得分他一半。他求取我在先，此事太过恶劣，还要扣他2成。小姐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要用金钱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哦，娘子，夫君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字你的话，你可还喜欢？还行吧，这字画什么的我也不太懂。我知道，我还为你准备了另一份礼物。啊，还有啊？还来？怎么还没到？我怎么觉得不像是惊喜，倒像是惊吓呢？娘子说笑了。你可是将我沈家的戏台、囫囵个搬过来了，还有这些物事，竟和我沈家的一模一样。你果真把我沈家搬过来了？老爷子诓了你多少茶叶？非也非也，只是照着家里一模一样做的，未曾向岳丈索取分毫。娘子，请。这不是我你最喜欢的武生。你怎么知道？娘子，裴某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。无论是俊俏的武生也好，还是采买下人也罢，裴某都不介意。娘子，你可知道裴某心中所想？你想什么？裴某所想，自然是要与娘子白头偕老。可是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你裴某未曾乱来，我只想让娘子明白，这里便是你的家，眼真便是你可以信赖之人。你别来啊！我控制不住我。
如此，你还想和离吗？很好，裴某还有公务在身，便不陪娘子了。娘子自便。这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未免也太快了些吧？这又是什么局面啊？他怎么知道我要和离的？好香啊！哇，这裴家的膳食也不比我们沈家的逊色啊。娘子，你起来了。夫君，昨夜之事，其实我想同你解释一下。娘子放心，裴某说话算话。你在府中想做什么都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是我想要。既不要如此，便无需多言。快坐下吧，一会儿鱼就要凉了。小姐，说正事。快尝尝吧。这鱼是怎么做的？竟做得如此鲜美。这是什么菜式？又师承哪一家厨子？这是为夫家传的手艺。你做的？不是你们读书人都说君子远庖厨的吗？裴某在妙儿面前，不是君子，乃是夫君。对了，既然说到此处，我觉得奇怪，为何我们成婚2日都没有见到公婆？听说裴家世代为官，可是公婆对我不太满意。妙儿温婉持重，自是无可挑剔。话是如此，可是不侍奉公婆，要是传到外人耳中，岂不是笑话？我说了，这里便是你的家，在家中无需顾忌这些繁文缛节。妙儿，我明白，你我成婚日短，以往更是素不相识。你离开沈园，如今来到这完全陌生之地，自是不适应。就算裴某说了，想必你也不会相信。但我想让你明白，你喜欢做什么，就做什么便是。你我之间无需解释。对不起。为何？我实话同你说吧，当初和你成婚，并非是我，都是过去之事。昨日之日，随风而逝。况且，你我如今既有夫妻之名，又有夫妻之实，来日定能白头偕老。裴某之心，日月可见。
婚前允诺，绝不相负。小姐，该回沈园了。你这副神情，小夫人跟老爷会担心的。李英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呀？你看啊，就像这些鱼，我每日都来喂它们呢，它们就会觉得我永远都不会走。若有朝一日我不来喂它们了，它们就会挨饿，就会受冻，有一天，就连这些鳞片都会变得黯淡无光，到最后，变成灰扑扑的丑鱼，沦落到被人吃掉的地步。小姐，这此地也没有别人啊，你怎么演起戏来了？我可都是真心之言。不对啊，小姐平日里只想着吃鱼，怎么今日伤春悲秋起来了？莫不是病了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还不是裴远征给闹的。如前几日那戏台之事，是一次意外之喜。那今日这顿饭吃的，倒是有些细水长流的意思啊。我本来是必须要坚定的跟他和离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了，眼下倒是纠结起来了。红尘俗世多少情痴，难参情只一次。若重来一次，不再迟，唯愿你长安一世。别问此心知与不知，奈何情只一次。一旦入骨，便是相思。纵生死，也算咫尺。春去秋来又一世，可我在等的人他不知。你我之间未完的故事，要如何续写盛世？日升月落又一日，只想守护你白发青丝，许下和你有关的梦事，敢为你一念成痴。原来是相守相知。